甄专员，我还得请求你协助我，把要犯押到省城啊。OK。带走。是。 这歌好听啊，得唱；词儿好听得说，事儿办好呢，得去做。我比你年长几岁，还是有经验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专员大人。 我现在知道你脑袋上的乌纱帽是怎么来的了，靠出卖同胞换取自己的仕途，你还是人吗？卑鄙！上车之后把他看好了。我要亲自向魏长官报告。别的不说，单就工厂里的武装，连省党部派的工作团都敢杀，足见共产党的势力在渔阳多么嚣张。加上部国防明里暗里的庇护，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别自讨欺辱了。你刚来中原没有多久，很多内幕你都不清楚。 魏长官跟部国防关系密切着呢，不然他一个地方的小小军阀，何以如此嚣张啊？再说了，工厂是部国防的私产，他的警卫队负责安保任务，你我还有钱主席都没有办法。那你们搞这次行动做什么？是我自找其辱，还是你们自找其辱？这不是出师不利吗？再说了，我们手里还有姓袁的。 等出了渔阳这个地方，那可就不是他部国防一手遮天的地方了。少华这小子太不仗义了。咋不仗义了？还蒙我是吧？你们在车上编的那套词儿，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 少华他是共产党，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不该拿我的钱去资助新四军，那我这身边不等于养一只大老鼠吗？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拿我当猴耍的。你干嘛？他对你没二心。你怎么还蒙在鼓里啊？老袁不可能跟他翻脸，他们俩那是一唱一和的蒙老子，包括你。少华不是那样的人。我去把他找来。 让他向您解释。丫头，你被人卖了还跟人数钱呢，知道吗？即使少华辜负了我，他也不会辜负您的。你相信我一句话。专员，事情进展如何了？又让姓邵的得逞了，小子花的跟泥鳅鱼似的。不至于吧？他的总会计还在我们手上，等到了省党部，姓邵的和部国防可就没辙了。专员。 请您立即向省府和省党部打报告，就说鉴于芳华厂护厂队打死打伤多名省党部工作团成员，咱们强烈要求取缔该厂武装。别马后炮了，人家把饭早做好了，你我牛特派员都不是他的对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只要他们的人还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现在唯一的突破口，
老谷，赶紧通知江书记，让他务必想办法营救老袁。不用了。怎么了？老袁在被押往省城的路上，跳下了飞驰的卡车，牺牲了。消息确定吗？部队长亲自打的电话通知的。师傅，牛特派员。怎么说？那个总会计师跳车自杀了。别灰心，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我们还有沈子清这张王牌没有派上用场。少华现在对他非常的信任，去找他吗？一定让他以党国大局为重，揪住少华这个老狐狸的尾巴，让他原形毕露。齐政委，斗志队长，我给你们送来了一批物资，还有一大笔军费。刚接到02首长的来电，为了给部队筹集物资和经费，渔阳地委又有2位同志牺牲了。02首长这么快就知道了，他们死得其所。感谢地方组织对我们部队的重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请转告邵先生，他辛苦了。为了重建新四军，他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绝不会忘记他。我会转告他的。02首长说，邵先生接受了魏将军一项新燃料的研发项目。是的。02首长猜测，魏将军想通过新燃料秘方达到3个目的：一是真想破译可以改善燃料的秘方；二，想借此阻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邵先生人身安全的威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想通过这个秘方迷惑日本人，打乱他们进攻中原的军事部署，为我们备战赢得时间，让源源不断的国际援助物资到达中原地区。这既是一个技术上的战术任务，又具有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我一定会把02首长的指示传达下去的。此事只限于邵华一个人知晓，绝不可以扩散。明白。老姜，你也要注意安全，多保重。报告部主任，那个可疑的电讯又出现了。什么方位？应该就在附近，方圆不足5公里。刚好离酒精厂不足5公里。马上去酒精厂。迅速获取诺门坎秘方。这真是逼我火中取栗呀！怎么样？讯号没了，应该是个高手。这样，
明天一早就把侦测仪悄悄弄进厂，不许走漏风声。是，主任。回来了，顺利吗？当然了。咱们走，不要理他。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些普通设备。我是军方代表，对工厂安全负责，必须进去。这不太方便。不方便？我刚要进去。哎，弗兰克先生，我现在是厂里的安保总管，现在发现了可疑无线电讯号，恳求军方协助我们调查，并且保密。弗兰克先生，这日本人啊，简直是疯了，敢对美国下手。我觉得他们是狗急跳墙，一定会对厂子下手的。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原来是这样。好，那我已经协助你们进去，我帮你们进去。谢谢。哎呀，这事儿你怎么能告诉他呢？他现在跟沈子清打得火热，他肯定什么都告诉他。哦，是你！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了？你弄疼我了。哦，我带你去看伤口。不用了，这里多不方便啊。要不，我们去那边看看？好 ，OK。刚刚看到你满头大汗的，你干嘛去了？啊，我刚帮那个布达小姐卸去完仪器。是什么仪器呀？还要她亲自做？哦，我忘了，他们不信任你，肯定对你是保密的。那我现在就去告诉邵经理去。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布达小姐想在厂子里到处插手，制造紧张的空气，乱说这个厂子里有可疑无线电波，把无线电监视仪悄悄搬进厂子去，不要去说。司令，昨晚在厂里发现了可疑无线电信号。啊？抓着人没有？我们已经安装了探测仪，放在厂里了。这事儿都谁知道？古梅村，他是少华的助理，绝对可靠。就他知道吗？还有美国专家弗兰克，他刚好经过这里看到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我就把情报通报给他了。这事儿你都告诉他了，你还有什么密可保啊？不过我警告过弗兰克，让他保密。你呀，有勇无谋，你做这个机要室主任，还差把火候。那干脆把机要室主任给我撤了吧，我还真心不想干，累心。你说不干就不干啊？怎么你还说不得了是吗？啊？我告诉你，爹不是这个意思。爹的意思，你还年轻，是吧？还需要历练。谁天生下来就会搞阴谋诡计啊？你得学你的前任鲁怀忠，你不光学他，还得学我，粗中有细。来来来，跟我学习学习。行，向您学，学好不容易，学会还不容易吗？司令，这方面我也没什么经验。这一时半会儿也学不会，我想请个高人当我助手。你是想找那个古梅村吧？走。我告诉你，古梅村这小子原来是少华家的佣人，
但是失联多年了，情况不明，现在又重新回来了。关键是姓甄的一直盯着他呀。哦，那你怕得罪甄鹏举，那就算了啊。哎呀，哎呦，爹有办法。这样，你先给古梅村下个骗书，看看他们啥反应。他们？你以为这个古梅村会听你我的吗？少华背后的高人就是他。如果这小子是共产党，少华肯定是被他拉下水的。你知道吗？甄鹏举一直盯着咱俩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司令，还是您是高人呐！别拍我马屁。可我觉得少华不像是共产党。如果他不是共产党，那他背后肯定有共产党。迅速获取诺鲁坎秘方。不行，没时间了，必须要打击他的实验室。你听着，给我派人专门盯死这个女人。老戴，这样，从现在开始，你给我盯紧了申自清。他到哪，你到哪。是。一定把事情办明白了。要加把劲儿啊！这个车间主要是生产设备的零部件。别看这个车间小，但是这个车间生产出来的零部件都是最重要的。哦，哎，怎么了，子清？没事儿，我就有些头晕。身体不舒服就去休息。我真的没事儿。先坐一下。来。小经理，干空企业不带这么完美，他的小孩，他是为保护你才受的伤。Frank， 你别这样说，我真的不是干活干累的，没事。到底哪儿不舒服？跟你说了没事儿，别耽误工作了，快去吧。小经理，你去忙吧，我家没事，我会陪他好好休息。你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头有点晕，你也知道，那女人有的时候啊有点贫血，很正常，没事儿。那就让弗兰克在这陪你休息一会儿，好吗？怎么了？不着急，安心在这休息会儿啊。你怎么了？你有什么委屈，赶紧给我说吧。Frank， 我最近总是恍恍惚惚的，每天晚上都整夜的睡不着觉，失眠，然后我还做噩梦。什么梦？我梦见有一堆巨人围着我，他们抓我的头发，撕我的衣服，然后我就赤裸裸的在他们面前，我真的害怕极了，我害怕极了，我害怕极了。这帮混蛋，这口气怎么不能这样呢？我会向重庆中委会报告。不要，我们别麻烦邵经理了，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们一定要以抗震大局为重。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呀？没事儿。等过几天，等我有空了，我去看看神经科医生就好了。
这偏僻落后的地方哪有线可以上啊？要不我带你去私人诊所？我听说这里的传统中医很厉害，也可以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说去就去，我有吃，带你去吧。看，走。怎么换成这身行头了？哦，这不是让那个警备司令部给收编了吗？要求换成他们统一的衣服，怎么样？部队长说，所有进出厂子的人必须过严格排查。啊，明白。车里面是不是有沈秘书？对啊。为什么不盘查？这军代表的吃火打茶呀！再说了，这都是厂子里自己的人，有啥查？部队长在吗？在里面，他值了一夜的夜班，刚休息。糊涂！哎。顾队，顾队，怎么了？弗兰克开车带着陈子清出了工厂。你看真切了？没错，车上就有他俩人。这俩人要是凑到一块儿去，还真不好办了。二位慢走，谢谢。其实郑医说的对，关键是要有个好心情、好水平，辅助用点安心学习，同样看一些。你还真行，你连中医都明白。要不我怎么会是重庆军团会特聘外国专家呢？我们现在去哪里？回重庆。I'm hungry。我也鸡汤绿绿，走，下馆子去。哇，你的中文比我英文好多了。还不你所赐？哪有？其实我的英文一点也不好，你愿意教我吗？收我为徒？报答我的先生。其实你的语言比我也好，地震。那不还是拜你所赐？行了，那走吧，去吃饭。好疼啊 ！Thank you。沈子清出厂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去什么地方了？多久了？谁在盯他？他是坐弗兰克的车出去的，我们既没法跟，也没法拦呢。哼，又来这老掉牙的一套。你先坐下。啊？先坐下。聘书。本队长聘你为余杭城800禁军教头兼司令部卫队辖下的治安大队副队长。大队长我来兼。不是，这咋？看不上眼啊？不是我亲自封你的官，看好了，部司令的亲笔签名。这司令亲自聘我。哎，你可不用急着回复我啊，先去请示你的领导。少华同志的回复啊，别着急，明天我来听你的回话。哎，不是那个，哎，少华啥时候又成我领导了？哎呀，少东家呀，这要难为你了。你这笑什么呀？哎呀，就你这样的，还当上了司令部队的教官，兼保安大队的副队长，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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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哎，这样你不仅可以提高部国防部队的战斗力，哎，还可以悄悄往里面掺沙子，以提高贵党的影响力。嘿，好事儿，真的是好事儿！哎，庆祝一下！干什么？
想吃面？哎呀，行了，这布大小姐啊，她以为你是我们的人，她还觉得你可能就是我的顶头上司，这实在是对不起。作为你的主子啊，为你遮风挡雨，这都是应该做的啊，你也不用歉疚啊。不过有一点，布国芳一直对你的身份可是有怀疑的，怎么现在就能轻而易举的让你进入到他的部队核心，甚至是要害部门呢？这就是你的功劳了。你在布国芳身边安排的布大小姐起大作用了。哎呀，他也是在替我遮风挡雨呀。不过，你可千万别把布国芳想简单了，他这是在试探咱们，尤其是在暗中窥视我跟布大小姐的关系。一旦你这件事情是布大小姐安排的，那布国芳可要深思揣测了。你的意思是，咱们先拖一拖，先不忙着答应，看看他们反应。你要知道，布国芳是最忌讳别人插手他的部队的，部队那可是布国芳安身立命的根儿啊。明白。只是什么？这布大小姐她喜欢你。不是，我的意思是啊，这个，你看我马上要到她麾下，我又实在处理不了你和她之间这扯不清的关系。我还知道这姓是嫂子，你说我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闭嘴！我警告你啊，自打我把布大小姐从日本人的刀口下救出来以后，我就一直把她当成我那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妹妹。对不起啊。好好跟布大小姐合作吧，她值得你们信任。还在这杵了干什么呀？啊，那个沈工程师最近跟弗兰克关系走得特别近。我说老虎，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八卦呀你？啊，这又能代表什么？你们在暗中监视他？没有。哎呀，这也不算是监视。老谷，我可提醒你啊，如果沈子清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对我可不能有隐瞒啊！是布大小姐发现厂区里有可疑的无线电信号，所以你们就怀疑到了沈工程师的身上啊？智者千虑，还有一失呢，你也不全对，还跟我转上文了。好，好，好，我倒要听听你这个智者是怎么千虑的。行。我给你好好说道啊！蒸馏车间门口那颗爆炸的手雷还记得吧？这就非常可疑。蒸馏车间离着院墙有多远？30米。我们那天晚上把所有的敌人都狙击在50米以外，中间有80米，谁能把手雷扔过80米啊？笑话！啊，就因为这个你就怀疑沈工程师啊？啊！我告诉你。啊，没有人会那么愚蠢、那么冒险的去制造一个假象。我问你，咱们工厂生产什么？酒精啊。哦，那难道他想跟我同归于尽啊？而事实是什么？事实恰恰是他救了我，对不对？哎，你看，你还想反驳？那好，那我问你，你敢保证就没有人能越过你们的视线，悄悄地靠近工厂向我投扔手雷吗？啊，行，看你那样，我也知道你也保证不了，对不对？老谷啊，作为一名侦查员，首先思考问题那要严谨，那要谨慎，你明白吗？我真的不知道这么多年你到底都学到点什么，你是怎么混到侦查员这个职位的？过去我教你的那些东西，难道你就没有耳濡目染的稍微接受那么一点点吗？哎，你什么你呀？那你说啊，你看我让你说，你又说不出来。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哎，
这聘书你不能留给我呀！你说我这也挺忙的，我总不能替你当这个副队长吧？我在最后奉劝你一句，千万不要色迷心窍。任子清不可能加害我的。哦，你好吗？可没事，这稍微有点疼。Sure。哎，你说，这几天厂子里面怎么气氛这么紧张啊？为啥呀？行，不说就不说吧，我也不为难你。其实啊，我觉得他们是在故意制造这种紧张的气氛。好排斥我们这些重庆来的人，尤其是你这个美国的专家。所以，我们得另唱一故乡。乔乔，你这中文讲的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当初还让我给你当翻译，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喜欢我了？First time I saw you,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都什么时候了，怎么才送饭？这已经是热了好几遍了，他还没吃。都检查过了。放心，每桌饭菜我们都严格检查，有专门的饲养动物品尝，绝对安全。给我。把门打开。是。哟，什么风把不懂给吹来了？少跟我贫，不副懂。哎，没你那个沈工值钱。来吧，吃吧，别那么卖命。你要是给共产党这么干，我保证一言不差，毕竟你们一直把我当外人。可你要给国民党和老部这么干，咱只卖力气，不卖命。少在这说风凉话啊！你们不为抗战出力，还不允许别人为抗战出把的力。我不是来听你上政治课的，我是好心相劝你，别那么卖命，当心背后有人捅刀子，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你算说对了，我有自知之明。哎，我时日不多了，所以得抓紧时间干活啊。他背着我帮共产党撬我的财，我心里一直不痛快。这样，你去跟部国芳解释一下，还让他像以前一样支持你、信任你。自从老袁出了事，他心里一直不爽。他肯定知道你们什么秘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懒得解释。确实，啥都甭解释。但只要你对我好，他是不会为难你的。我知道，你也不喜欢我，那哪怕表面喜欢我还不行吗？弦子，我只是把你当……别说了，我知道你心事很重，但是你知道部国芳杀人如麻，反复无常，说不定哪一天就杀了哪一个人。但我相信，只要你在他面前对我好，哪怕是表面的，他也不会杀你的。毕竟，是你把我带进部府的，他现在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明白吗？小丫头，哪有你这样劝人的？自己还哭上鼻子，这还是我认识的部大小姐吗？我的爱你，
我去跟布国芳好好谈一谈。Cheers。哎，你说，那个女悍将天天往咱们厂子里跑，少空对她傻太多了。布司令的女儿肯定喜欢小经理 ，but that doesn't rule out the fact that he might plant a beauty trap. You know, plant his agency in here to control manager Xiao. You know, Bu Siling, the army is very powerful, but he relies on these armies for the ethanol production. You know, and he will plant his little beauty trap and plant these little things in order to control and get manager Xiao'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t's very smart. 可是邵经理跟他只是合伙人，又不是他的部下，他干嘛要控制邵经理啊？你不知道。He wants to plant his agents in here to control everything. Control manager Xiao, control the factory, to control the entire intelligence system. That's his goal. He just wants everything in the palm of his hand. Everything. You know, these two relationships, it's very mysterious. 其实啊，放花厂所有的设备，只有我跟少公最清楚，都是七拼八凑过来的。而且你知道吗？还有很多方法是土方法。你说他们能生产出什么样的高质量的燃料啊？你不知道，我知道。现代化的战争关键是燃料，小经理现在是在研究特殊的燃料，所以现在他是救难会重点保护的人，是碰不到的，这是绝密的，不能说出去。怎么了？不是我你怎么这么别扭啊？你别扭什么呀？我个黄花大闺女都把面子豁出去了，你以为我愿意热脸贴你冷屁股呀？不，你其实就一皮包公司经理，以后我就叫你皮包公司经理。我怎么能是皮包公司经理？皮包公司经理，叫我少总。皮包公司经理，皮包公司经理。行，少总，少总工程师。切，要不是司令把你当成宝贝疙瘩培养，我才懒得理你。别不知好歹，你给我老实点。走。大小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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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部队长。司令，老凤祥的新款镯子是你答应过我的，我们买去吧。买，一定买。哟，这么亲热呀？天儿是挺热。那什么，你先出去，我说点事。来，坐。你小子挺没良心的，怎么对大仙子呢？爹，咱说正事儿，别什么事儿都把我扯上。我只是把你交代的任务完成而已。你说我这么多年，这厂里得养个大老鼠。哼！哎，你是共产党吧？你见过我这样的共产党？不是，
表哥，我知道你怀疑我对芳华酒精厂有二心，我贪你的钱了，是吧？这账啊，我都给你记着。看看，这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你对芳华酒精厂投资的股份，还有你所获得的利润，已经超过银行利息的好几倍了，而且包括市面上的高利贷和印子钱。这也仅仅是个开始。等2号炉改造完成以后，甭管是军供品还是民用酒精，利润还得再翻好几番。情缘如梦，我在冰冷的街道徘徊，倾听世间轮回，承受伤痛滋味。昨夜秋风带走曾经的一瞬回眸，封存空白记忆，沉默更替多愁。无声祭奠，拯救失落的纪念。千难万千，磨灭心中的杂念。转身瞬间，昨日从前过往的沧海桑田，如过眼云烟，执手相看的泪眼。情缘如梦，我在温暖的街道徘徊，倾听世